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结婚当天，我去接亲，被小舅子要求下跪学狗叫。为了不在大喜之日扫兴，我勉强照做了。可叫完了，他们还继续闹，说要给88000的开门红包才能进门。我求了半天，门也不开，气得我直接摔花走人。这破亲，老子不接了。最后学狗叫求开门的人变成了他们。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要想把我姐接走，你得跪下来学几句狗叫。未来的小舅子苏家志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道：“今天是我和女友苏佳琪结婚的日子，他们家来了很多堵门的亲戚。在玩了一圈接亲游戏后，他们还是不肯开门，竟然提出了让我学狗叫这么过分的要求。我脸色一僵，小声跟他商量道：“佳志啊，学狗叫是不是有点过了？要不还是换其他的吧。”可当着众人的面，苏佳志根本不给我这个准姐夫面子，这点诚意都没有。你还怎么娶我姐啊？反正你不叫，今天就别想把我姐接走。他话音刚落，其他人也跟着一起起哄，纷纷让我叫几声来听听。我骑虎难下，正想发作，就被发小劝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还是别扫兴了。咱们大丈夫嘛，能屈能伸。”闻言，我只得单膝屈下，难堪地学了2声狗叫。可没想到，我刚跪下，苏佳志就恶作剧地踢上了我另一条腿，把我由单膝跪地的姿势变成了双膝跪地。全场顿时轰然大笑。我有些火大，正想发作，丈母娘就出来打圆场了：“哎呀，好了好了，佳志你也真是的，都多大的人了，还跟你姐夫开这种玩笑，还不快把你姐夫扶起来。”闻言，我心里的火气下去了一点，起码丈母娘还是懂礼数的。我起身无奈道：“这下可以让我接媳妇了吧？”丈母娘忙说：“可以了，可以了，只要你再给个大红包，意思意思，马上就能把佳琪接走。给红包开门是应该的。”于是我让伴郎给大家发红包，可他们却一个都不肯接。丈母娘眼里闪过一丝金光。我们苏家这边有个风俗，就是接亲的时候，男方得包个88000的吉利红包给我们家，才能接新娘走。什么？我倒吸一口凉气，88000！这时，跟我一起来接亲的堂哥出来说话了：“那个阿姨，我们只听说彩礼，没听说过接新娘还得包这么大红包的呀。要不，你先让我弟把新娘接上，这个88000，咱们等婚礼办完再从长计议。”那可不行！老丈人也跳了出来：“我们苏家嫁女都有这个风俗，要是就我们佳琪没有，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们啊？反正今天要想接走我女儿，必须得给红包，不然你们就打道回府吧。”这话说的斩钉截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这88000我也不是拿不出来，可我们家已经给了20万的彩礼，在婚前也都商量好，这个彩礼可以让岳父岳母自行处理，他们是愿意自己留下也好，还是给佳琪带回我们高家也罢，都无所谓。可是这临时加价就有点不厚道了，于是我企图跟他们沟通：“爸妈，咱们不是说好就20万的彩礼吗？怎么又突然要加钱呢？”苏佳志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这是开门红包，跟彩礼有什么关系？姐夫，你该不会这么小气吧？连88000都舍不得，那你对我姐的感情也太经不起考验了。”呵呵，如果这开门红包他们在婚礼前就明码标价的提出来，我还能考虑考虑。可这临到接亲，才突然摆我这么一道，打的什么算盘，可想而知。这个钱我是不可能会给的。于是我隔着房门大声喊道：“佳琪，我来接你了。”
你跟不跟我走？喊第一遍时，里面没声音，我又喊了第二遍，第二遍没声音，我又喊了第三遍，一直无人回应。OK， 事不过三，我沉下脸，把手里的花一摔，说道：“这婚我不结了。”我转身要走时，苏佳琪终于追了出来，她生气地喊道：“高朗，你怎么回事？不就是让你掏个开门红包吗？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我们3年的感情，难道还不值88000吗？”这破话术把我气笑了。这是88000的事吗？这是做人的诚信问题。于是我最后耐着性子问他：“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跟不跟我走？跟我走，婚礼继续；不跟我走，那我们就分手吧。”苏佳琪显然不信我会分手，直接说道：“我不走。”“好，那就分手吧。”我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见我如此决绝地离开，他才终于有些慌了。“高朗，你给我站住！”可我没理他，直接带着接亲车队扬长而去，然后火速打电话给我爸妈，让他们通知亲朋好友取消婚宴。这下苏家人都傻眼了。回到家，看着贴的到处都是的红色喜字，我心里有点五味杂陈。没想到好好的一场婚礼居然变成了这样。我和苏佳琪恋爱3年，自觉对她掏心掏肺，极尽宠爱，没想到换来的居然是这样的结果。想到这，我不由得庆幸，还好我听了父母的建议，没把我们老家即将拆迁的事告诉他们，不然我还看不穿他们一家的真面目。原本以为我和苏佳琪3年的感情就要这样戛然而止了，可没想到2天后，苏家人居然又主动登门了。那天，苏家父母带着苏佳琪和苏佳志一起来了我家。一进门，苏母就拉着我的手道歉：“小朗啊，其实那天叔叔阿姨也没真想让你拿那88000的红包，就是大家起哄，气氛都到那了，所以才开玩笑过了头。其实我和你叔叔哪能真要你拿88000的红包啊？”苏佳琪也娇滴滴地说道：“是啊，阿朗，我对你什么心意你还不清楚吗？”说完，他对苏佳志使了个眼色，苏佳志也赶紧向我道歉：“姐夫，那天我也不是要故意为难你的，主要是我家那些亲戚一直起哄，我一时嗨过了头，你就别生气了。”听到他们的道歉，我爸妈就心软了。小朗啊，既然佳琪爸爸妈妈都这么说了，你一个男人也大度一点，别计较了。你跟佳琪这么多年的感情，哪能真说散就散啊？话虽如此，但我心里还是有点膈应。于是我对苏佳琪说：“那我们先暂时不分手了，但婚期的话，还是先缓缓吧。”那怎么行？苏母瞬间急了：“怎么不行？”闻言，他讨好的笑了笑：“你们老家那一片不是快拆迁了吗？听说家里多1口人，就能多补100万加1套房呢。你跟佳琪早早的把婚结了，不是能多200万加2套房吗？”我心下冷笑，原来是冲着拆迁款来的。我就说，这一家子势利眼，怎么会突然这么通情达理的来我家道歉？也不知他们从哪知道的消息。不过哪来的200万和2套房呢？苏母马上解答了我的疑惑，她喜气洋洋地看着我：“小朗还不知道吧？我们佳琪已经怀了你的孩子，等你们一结婚，再把孩子生下来，可不就能多分200万和2套房吗？”这话属实让我有点意外，毕竟我们平时在一起都做了保护措施的，唯一的一次还是求婚成功那天，我太激动了。本来我对苏佳琪心灰意冷了，可如今她怀了我的孩子，情况就又不同了。总不可能让跟了我3年的女朋友去打胎吧？这也太渣了。在我犹疑之际，
我爸妈却高兴坏了。哎呦，怎么不早说呢？太好了，佳琪，几个月了？已经3个月了。好，太好了。看着我爸妈开心的样子，以及苏家人诚恳道歉的样子，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算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以后再好好过后面的日子吧。于是我又和苏佳琪重归于好了。但对于之前的事情，我心里总还是有个疙瘩。我让苏佳琪给我点时间缓缓，等我过了心里那个坎，我们再领证结婚。反正拆迁的事也要到明年才会落实。苏佳琪怕我反悔，连忙答应了。反正她肚里怀着我的孩子，也不怕我不认。虽然我们的婚期推后了，但因为苏佳琪怀孕了，我把她提前接到了我家照顾。这段时间，我对她百依百顺，无微不至，就是希望她能在孕期保持一个好心情。本来女人在孕期应该是感到比较累的，可苏佳琪却不同，她最近反而越来越注重打扮，每次出门都打扮得非常精致。我有些奇怪，每次问她打扮得这么漂亮去哪，她都说是去找她闺蜜林曼梅逛街。我妈说，女人孕期时心情不好，就想做的什么转移注意力，所以每次她出门，我妈还主动给她钱，让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直到有一天，苏佳琪又打扮得光鲜亮丽，说跟林曼梅出去逛街后，我却在其他地方碰见了林曼梅。人家明明是在跟男朋友约会来着，根本就没苏佳琪什么事儿。看到这一幕，我心下一沉，莫非苏佳琪每次说去找林曼梅都是骗我的？那她去哪了？于是我抱着试探地心给苏佳琪发了条信息：佳琪，你在哪呢？我想可能是林曼梅突然放了她鸽子，也不一定。可苏佳琪的回复却打破了我的幻想，和曼梅在商场买衣服呢，老公。接着他又发来一条信息，在商场看上一件2000块的大衣和一个7000块钱的包包，都好漂亮哦，可是人家舍不得买呢。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是想让我给他买。往常苏佳琪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往往就会这么跟我卖乖撒娇，惹得我心软后，每次都会主动给他转账，让他想买什么买什么。可现在怀疑冲击了我的大脑，我真的很想问问苏佳琪，她到底在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非得这样瞒着我。再一联想到最近她怀孕了，都要光鲜亮丽的出门，我脑海中闪过了一丝不妙的念头。苏佳琪该不会给我戴绿帽了吧？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在犹豫了几天后，我果断从网上买了迷你录音设备，然后又买了个名牌包，将录音设备隐蔽地放进了名牌包最底下的夹层中。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了。等苏佳琪回来后，我立刻把包送上，语气宠溺地说道：老婆怀孕辛苦了，这是老公给你挑的新款名牌包，你背上试试，看喜欢吗？收到礼物，苏佳琪非常开心，直接扑我怀里撒娇：谢谢老公，我很喜欢，老公对我最好了，嘻嘻。既然喜欢，那你可要天天背着，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啊。好呢。不过接下来的这几天，苏佳琪却突然开始不怎么出门了，整日窝在家里休息，这让我差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在我犹豫要不要把录音设备拿出来之际，苏佳琪又开始打扮得光鲜亮丽出门了。那天她接了个电话，然后就说要和林曼梅一起去做美甲。以她现在虚荣的性格，她果然背上了我送她的名牌包出门去了。而我也打开了录音设备，连上网，看她到底去干什么了。没想到
这次居然真被我抓到了苏佳琪的把柄。当我听到录音设备里传来的男声时，我的心彻底死了。你怎么才来啊，宝贝？我等你等的心都快碎了。哎呀，老公看得紧吗？熟悉的男生坏兮兮地笑道。说起来，你说你怀的究竟是高朗的还是我的？苏佳琪嗔怒地说道。讨厌，那我哪知道呀？你希望是谁的？两人打情骂俏着，马上开始少儿不宜起来。中途，苏佳琪紧张地叮嘱对方：“你可悠着点啊，我孩子可是100万加一套房呢，你就放心吧，这也有可能是我的孩子呢。”哈哈！听到这些污言秽语，我怒从心起，恨不得马上冲过去剐了这对狗男女。苏佳琪出轨也就算了，他居然还妄图用一个自己都不确定的孩子来分我高家的拆迁款。更可气的是，录音里这个男生，我他妈化成灰都认得，这分明就是我的发小孙俊豪。很快，这对狗男女完事了。苏佳琪调侃道：“你说你撬自己兄弟墙角，可真不道德。”孙俊豪呵呵一笑：“朋友妻是我妻吗？更何况我早就看不惯高朗那小子了。以前我家里条件不好，他总在我面前显摆炫耀，他以为自己是谁啊？现在他高朗也不过是个拆迁暴发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听见这话，我心里凉了一大截。没想到我帮助了多年的发小，居然觉得我对他的帮助都是显摆和炫耀。呵呵，还真是东郭先生与狼啊！说着，孙俊豪在那头沾沾自喜起来。就算高朗比我有钱又怎么样？老子现在还不是睡到了他的女人。接下来的话我没再听下去，我怕我再听下去会忍不住现在就冲过去揭穿这对狗男女。可我不能这么做，就这么揭穿可太便宜他们了。有些仇要慢慢来报才有意思，有些脸也要慢慢的打才会更加响亮。等苏佳琪回来后，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喊累，然后回了房间休息。我也很配合的装作若无其事，一如往常般对他好，直到陪他去产检那天，我提前联系好了私人医院，让他们过段时间以唐氏筛查高风险为由，让苏佳琪接受羊水穿刺复查。苏佳琪为了能拿到我家的拆迁款和房子，非常重视肚里这一胎，二话不说就又跟我去了医院复查。而我让他做羊水穿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提前给他肚子里的孩子做亲子鉴定。我要知道他怀的究竟是不是我的孩子。结果出来的那天，我心里万分紧张。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甚至都不知道该祈祷他肚里的孩子是我的，还是祈祷不是我的。当医生意味深长地宣布苏佳琪肚里的孩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时，我心里陡然生出了一丝庆幸。还好这孩子不是我的，否则苏佳琪会用这个孩子帮我一辈子。这下确定了孩子不是我的，我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实施我的计划了。这段时间，我尽职尽责地在苏佳琪面前扮演一个好未婚夫，把她宠上了天。她所有的无理要求我全都答应，她的小脾气我照单全收。时间长了，就连他妈都时常跟她感叹，说我对她真是不错，这世上怕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她、对她更好的人了。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在他爸妈和他弟弟面前画大饼。每逢去他家吃饭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豪气万丈的承诺，说等以后苏家志结婚了，我这个做姐夫的肯定会尽力帮扶他。我不仅要送一套房子给他当婚房，还要再给他送一辆新车，50万以内任选，就当做我这个姐夫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这些操作
惹得向来不喜欢我的苏家志现在对着我一口一个姐夫，亲热极了。现在我俨然成了苏家的座上宾，我都能想象得到，等以后真相大白，苏佳琪被我甩了之后，他们一家人的心里会有多么的懊恼和悔恨。同时，这段时间我也靠录音设备收集了很多孙俊豪和苏佳琪在一起偷情的证据。毕竟那孙俊豪可是有家室的人，就他老婆那么泼辣的一个人，要是知道孙俊豪在外面背着他偷吃，估计会闹个天翻地覆。一转眼，苏佳琪的身孕已经6个多月了，肚子圆得像吹满气的气球一样圆润。经过这些日子在我家众星捧月的生活，苏佳琪的脾气越来越大了。这天，我妹妹带了男朋友回家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父母都对这个未来女婿非常满意，我也很喜欢这个准妹夫。于是我爸在席间对妹妹说，等明年拆迁款下来之后，他们结婚，家里直接把我妹妹应得的那份100万和一套房给她当作陪嫁。我们都觉得没问题，可苏佳琪听见这话却炸了。陪嫁什么陪嫁？她一个女孩子，一嫁出去就等于是泼出去的水，谁家给女儿这么多陪嫁啊？我不同意。闻言，我妈脸色一僵，企图跟她讲理。月月也占了我们家拆迁赔偿中的一份，这是她应得的。苏佳琪这段时间被我宠坏了，面对长辈也张口就对。什么叫她应得的啊？这高家所有的东西都是高朗的，有她一个女孩子什么份啊？反正这事儿我不同意，你们要是敢拿我们的东西去给高月，这孩子我就不生了。说完，他就直接摔了筷子和碗回房了。桌上父母都很生气，妹妹和她男朋友也尴尬极了。我给了众人一个安抚的眼神，就回房哄苏佳琪了。毕竟跟他闹翻的时机还没到呢。回房之后，我强忍着恶心去哄苏佳琪，再三跟他保证我家所有的财产将来都是他跟他肚里孩子的，谁也分不走。就这么哄了老半天，苏佳琪才勉强给了我一个好脸色。而我左盼右盼，也终于盼到了苏佳琪怀孕满28周，也就是7个月的时候。根据国家规定，孕妇怀孕满28周以后，胎儿无畸形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再打胎引产的。我已经开始期待没有工作的苏佳琪在被我和孙俊豪同时抛弃后，他肚里的孩子该怎么办？这天，我起了个大早，陪苏佳琪去医院做第28周的产检。检查完，医生说胎儿一切正常，非常健康。苏佳琪幸福地摸着肚子说道，等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就领证结婚吧。阿朗，如果他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并且没有出轨，我想我此刻应该会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可惜他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野种。我们刚出医院，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冲了出来，直接扬手就给了苏佳琪一个耳光。这女人我很熟悉，正是孙俊豪的老婆董华月。他一边打一边骂道，你个贱人，都怀孕了还敢勾引我老公，我打死你！我佯装阻拦，华月，你打我老婆干什么？快住手！可董华月根本听不进去，趁我没拦住，又给了苏佳琪2个打耳光。这番做事引得众人纷纷侧目，等他打够了，才气冲冲地对我说道，高朗，你还护着这个狐狸精呢，他都跟你好兄弟搞到一起了，你知道吗？什么？我瞪大了双眼，拿出了我毕生的演技说道，你说佳琪跟俊豪？苏佳琪慌了，立马否认，没有。阿朗，你别听这女人胡说八道，
我都有你的孩子了，怎么还会跟别人在一起呢？你相信我。”闻言，董华月立马拿出我昨天匿名传给他的录音，当着大庭广众就放了出来。里面顿时就响起了不堪入耳的打情骂俏声和少儿不宜的叫声。苏佳琪没想到他居然有证据，脸瞬间吓白了。阿朗，你听我解释。我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指认他。苏佳琪，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说完，我直接一把甩开他，转身就走，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可光这样还不够，相信以董华月的性格，他肯定还有别的招。果然，他没让我失望。2天后，他雇了几拨人，在我们小区以及苏佳琪自家小区拉了一条为夫纳妾的横幅，横幅上写着：“他董华月作为孙家正房，特替夫纳苏佳琪为妾。”旁边还放了2人亲密的照片，一看起来就八卦满满。不仅如此，他还做了内妾的请柬，发到了苏佳琪每一个亲朋好友的手上，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内妾酒席。一夜之间，苏佳琪在我们这个生活圈子里的名声彻底臭了。果然，还是他们女人的手段更会直击痛点。我爽了。而另一个当事人孙俊豪面对他媳妇的这一系列作为，屁都不敢放一个，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把锅甩到了苏佳琪头上，说都是苏佳琪勾引他的，是苏佳琪不知廉耻，故意卖弄风骚，他才一直没把持住，还为了不失去我这个暴发户朋友，跑到我家痛哭流涕的跟我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求我原谅他。我冷笑一声，要不是我装了录音设备，听到了他内心对我的真实想法，也许还真可能被他骗过去了。面对情夫的无情和我的失望，苏佳琪彻底慌了，也马上跑到我家来向我解释：“阿朗，我不是故意的，都是那个孙俊豪，他因为跟你有过节，所以才故意勾引我的，我也是一时没把持住。”后面的话他说不下去，我替他接上了，才会跟他滚到床上吗？我痛心疾首地看着他，亏我这么真心实意地待你，处处为你着想，为你的家人着想，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对我，我们还是分手吧。听到分手，苏佳琪的天都塌了。不要分手，阿朗，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哼，谁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种？闻言，苏佳琪面色一正，有些慌乱，毕竟她也不确定自己肚里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而苏家一家眼看我这么好的女婿要跑了，简直比苏佳琪还慌，一家人都来我家替苏佳琪道歉，求我看在和苏佳琪多年的感情的份上原谅他。毕竟这几个月我在他们一家人面前演得太好了，让他们真以为我这个做姐夫的会拿自家的拆迁款给苏家志买房。试问，在这世上还能从哪里找到这种大冤种呢？面对他们一家惶恐的求情，我假装为难地说道：“那这样吧，等佳琪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然后去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我的，那我就为了孩子原谅他这一次；如果孩子不是我的，那这个婚我退定了。”2个半月后，苏佳琪在医院诞下了一名男婴。我直接在医院给我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就是打破苏家人最后幻想的利器。看着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鉴定结果，苏家人彻底绝望了。向来捧着他姐的苏家志恨恨地骂道：“你个臭婊子，有了我姐夫这么好的男人还不知足，非要去外面偷人！妈的！那孙俊豪会给我买房买车吗？
你他妈赔我房子车子！我及时提醒他们苏家。不仅如此，还有之前我给你们苏家的20万彩礼，你们也赶紧还给我，那是我娶媳妇用的。既然这婚结不成了，彩礼我得收回来，事关苏家利益。他们又开始一致对外起来。苏母陪笑道：“这个钱你不能拿回去，再怎么说你也跟我们佳琪交往了3年，说是男女朋友，其实你们平时也就跟夫妻差不多。既然你们现在分开了，这20万就当给我们佳琪的青春损失费吧。”青春损失费，亏他们一家人想得出来，明明是苏佳琪背叛了我没问他要青春损失费都不错了。于是我警告他们，这钱你们是必须还给我的，唯一的区别是你们自愿还，或者我起诉到法院，强制你们还。苏父一脸不悦：“小高，你这是威胁我们啊？那你起诉去吧，不管你告到哪里，我们都没钱给你。这么说，你们家是想赖账了？要人你可以把佳琪带回去，要钱1分没有。”果然，进了他们苏家的钱，轻易是要不回来了。不过无所谓，法律会出手。面对苏家人的无赖，我先是走了正常的司法流程，然后同时也打了媒体热线，买热搜。因为之前董华月挂的那起横幅，这件事在我们当地已经掀起了不小的影响，很多人都在八卦这件事。然后随着媒体热搜的齐齐发酵，再加上这件事本身自带的狗血热度，苏佳琪的事一下子在网上爆火起来，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然后我又把苏父那天的话通过媒体发到了网上，正义的网友们都很气愤，这苏家人也太恶心了吧！女儿出轨就算了，连彩礼钱都不肯退，这也太欺负人了。就是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一家人。短短2天时间，舆论就大爆发了。苏家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刚开始他们还挺硬气，但后来时间长了，没人愿意跟他家来往后，苏家人才开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肯退钱了，让我赶紧删帖，并且澄清网上的谣言。对于苏家让我息事宁人的要求，我当然拒绝了，反正法院会判他们还钱。这个帖我当然不会删，毕竟就轻易的拿钱走人，也太不爽了。因为事实清楚，法院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苏家人理应把以结婚为目的赠与他们家的20万还给我，但由于我不肯删帖，他们拒绝执行。于是我又向法院申请了对苏佳琪的强制执行，可苏佳琪早就把那20万拿去给他父母了，根本没钱执行。而他父母为了把那20万留着给苏佳志娶媳妇，根本不管他的死活，让苏佳琪直接变成了失信人员。不仅如此，董华月见我把苏佳琪告上了法庭，他也来掺了一脚。他要求苏佳琪退还他和孙俊豪偷情期间孙俊豪为他花的钱，那属于他们夫妻间的共同财产，他有权利追回。苏佳琪才刚刚生产完，连月子都没出，身体虚弱得很，就官司缠身，搞得他心力交瘁。最后没办法，他又求到了我这里，可我压根连门都不给他开，任凭苏佳琪在门外苦苦哀求：“阿朗，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的走投无路，没办法了。孙俊豪那个窝囊废根本就不认孩子，我现在连孩子都养不起了，真的没钱还你了。求求你看在我们3年的感情上，原谅我，放过我吧。”我假意思考后说道：“想让我原谅你啊，也不是不行。要不你跪在门外学几句狗叫，我就好好考虑一下，怎么样？”就苏佳琪自尊心那么强的人，让他跪下学狗叫，估计比杀了他还残忍。
阿朗，你别欺人太甚了。我轻笑道：欺人太甚？苏佳琪，你出轨在先，接亲那天纵容你弟逼我学狗叫在后，究竟是谁欺人太甚？闻言，苏佳琪的脸色一阵红白交加，最后还是屈辱的跪下，像我那天一样学了几声狗叫。叫完后，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我，咬牙切齿地问道：这样总行了吧？行了，那你……我吊儿郎当地看着他。哦，我考虑好了，这20万你还是得还。你……苏佳琪气得浑身颤抖，但在对上我的目光后，却没再说什么，而是愤愤地离开了。至于他上哪弄20万给我，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事了。后来我听说，苏佳琪因为钱的事和家里人闹翻了，家里人怪他出轨，痛失了我这棵摇钱树，而他怪父母为了给弟弟攒彩礼娶媳妇，完全不管他死活，最后一家人彻底决裂了。后来他又去找孙俊豪，可孙俊豪压根就是个孙子，被他老婆整治了一顿之后，根本见都不敢见他了。最后苏佳琪只得自己一边带着孩子一边找工作，最后受不住诱惑，被有钱人包做二奶了。在他的连哄带骗下，从有钱老板那里攒了20万给我，终于把自己从失信人员的名单里放出来了。而同年，我经过家里相亲介绍，认识了一个温柔善良、知书达理的女孩子。我们年底结婚后，迅速要了孩子，在拆迁款下来时多分了200万和2套房。后来在孩子满月那天，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苏佳琪一家，不知怎么地，他们一家又重归于好了。当我和老婆从新提的车上下来时，苏家人眼红的说不出话来，估计肠子都悔青了。毕竟在我给他们一家画的大饼里，我家的拆迁款可都是他们的呢。番外，2年后，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在交往1年后，我们顺利的结了婚。虽然女方家里从来没在彩礼和房上提过任何要求，但别人都有的，我肯定也要给我心爱的女孩子准备好。婚后，我和老婆琴瑟和鸣，夫妻恩爱，很快就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后来，我在别人那里辗转听说了关于苏佳琪的事情，听人说她生完孩子之后，因为多事缠身，又无人陪在身边照顾她，便患上了严重的忏悔抑郁。可没想到，我刚跪下，苏佳志就恶作剧地踢上了我另一条腿，把我由单膝跪地的姿势变成了双膝跪地。所后来甚至在抑郁情绪无法排解时，竟然虐待起了自己的孩子。等到孩子3岁上幼儿园之后，被老师发现他身上经常都有青紫的伤痕，而且性格也特别怕人。这一切不寻常的情况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最后果断报了警。警察调查清楚后，发现孩子身上所有的伤都来自于苏佳琪，直接把他带进局里教育了好几次。后来苏佳琪又出现了经济困难的情况，于是想找孙俊豪给抚养费，可孙俊豪家的钱牢牢把控在他媳妇手里，根本拿不出抚养费。苏佳琪在不堪重负之下，萌生了丢弃那个孩子的想法。最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直接把3岁的孩子丢在了福利院门口，就一走了之了。但后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报了警，最终苏佳琪还是被警方抓了回来。最终他因遗弃罪入狱2年。至于那个孩子，被警方送回了生父孙俊豪身边。由于有苏佳琪坐牢的例子在先，孙俊豪不敢不管这个孩子，只好把他带回了家，引起了他老婆的强烈不满。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痛苦极了。所以人呐，一定不能干那亏心事，否则一切都会有报应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